砰！一道蕴含着雄浑劲风的拳头狠狠地轰击在了面前的金币之上，金面并没有像之前一样破碎飞溅，而是仅仅出现了一个半尺左右的凹槽，而且这凹槽刚刚出现，便是有着一股股能量液体从其中渗透而出，将之迅速修复。那些远古噬虫跑到前面去了，见证了这一幕的众人瞬间就慌了，难道真要死在这里？不信邪的一些人又去试了试，结果均以失败告终。一阵面面相觑以后，众人都看向了古青阳。古青阳还没开口说些什么呢，就又见那昏鸦跳出来讽刺，古青阳真是使得好手段呢。牛牛最讨厌遇到问题第一时间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指责队友推卸责任的人啦。古青阳没有接话，萧炎见此情况想了想，决定用异火试试看，没想到居然真的行，这虫子怕火，众人这才狠狠地松了一口气。萧炎，快动手打通通道！昏鸦又蹦跶出来道。萧炎，老子还用你说？鸟都没鸟昏鸦，萧炎径直走向了炎族的那位红衣女子以及药族的那位男子，道：两位，打通通道的事可以由我来，但我希望你们施展异火对付两侧，延缓一些金币合拢的速度。这种工作对你二人来说应该不难。这女子嘛，正是火质，拥有着异火榜上排名第8的红莲业火。至于那男子，就是被称为人药子的药吉星，拥有异火榜上排名第10的九幽风炎。这样的大环境下，这二人不点头也不行啊，只是萧炎怎么可能白打工呢？只见萧炎缓缓一笑，开口就找众人要起了除火之二人以外其他人手中的能量盒。众人自然是肉疼的，不过在雷族二人的带头下，其余人也陆陆续续的取出了一些盛装着能量盒的布袋，然后抛向萧炎。文牙二人自然就没有那么自觉啦，非要萧炎点名，那抠抠搜搜的模样，居然幻想着不出工钱，怎么可能嘛？慢走不送好吗？最终文牙二人铁青着一张脸，还是拿出了工资，那模样给熏儿都逗笑了。得到辛苦费的萧炎也不墨迹，手掌一火陡然暴涨，旋即一道震耳欲聋的龙啸之声中，一道紫褐色的火龙直接是从火焰之内暴掠而出，然后狠狠地撞击在那厚实的金层之上。锋利的龙爪舞动着，金币瞬间便是爆裂开一个巨大的坑洞，火龙的尾部连接着萧炎的手臂。只听他一声厉喝，跟上，脚步狠狠一踏地面，身形便是快速地对着前方冲去，其身后古青阳一行人步步紧随。金币之内，火龙呼啸暴掠，萧炎的斗气消耗也是十分恐怖的，众人眼睁睁地看着萧炎像个抽水泵一样的将布袋里能量盒里的能量抽取出来，然后灌注进入前方那奋力开辟金币的火龙体内。随着一代又一代的能量盒被消耗，萧炎他们距离出口越来越近了。可惜就在这关键的时刻，能量盒用完了。萧炎说出这残酷的事实时，不少人的脸皮都是抖了抖。古青阳几乎没有犹豫的就交出了仅有的一枚9星能量盒。萧炎毫不犹豫的接过，然后开口道：不够。火炫迟疑了一下后，也是取出了一枚9星能量盒交给萧炎。萧炎这个人呢，最是公平，怎么能厚此薄彼，让轻者痛仇者快呢？直接就道：再给我3颗。余下的众人皆是沉默，毕竟9星能量盒对于他们来说都算得上是相当宝贵的东西。最终还是那雷族男子轻叹了一口气道：哎，死在这里的话，再多能量盒也是没什么作用。十族的2名大汉见雷族给了，对视了一眼后，也迅速地递给了萧炎1颗能量盒。一时间再度对上众人爱的围观的魂牙二人怂了，十分不甘地将他们辛苦了好久才得到的9星能量盒甩给了萧炎。将5枚9星能量盒尽数收入手中的萧炎缓缓吐了一口气，旋即一拳轰出，那前方的火龙浑身火芒陡然大盛，旋即化为一道火影，瞬间洞穿一层层的金币。半小时后，在他们无限接近于出口时，萧炎在那翡翠金币上看见了一个拳头大小、通体泛着淡红之色的圆形物体，仿佛一个奇异的冲剑。
萧炎没有声张，以极快的速度蓄积力量，轰碎了这最后一层翡翠金币，就手掌猛地朝前方四射的金屑中一抓，触碰到那温润如玉般的东西的一瞬间，就将其收入纳戒啦。之后萧炎脚掌重重一踏地面，就以极快的速度冲出了通道，古青阳一行人紧随其后。脚掌踏入眼前灰色大地的一瞬间，一股股精纯的能量就源源不断地顺着脚心渗透进他们体内。这惊喜的发现还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就在众人为了劫后余生狠狠地松了一口气的时候，正后方却是突然传来剧烈的嗡鸣之声，吓得众人急忙飞奔。回头一看，就见那先前被强行破开的金币通道之内，一股股雪白色的浪潮正闪电般的对着萧炎等人暴掠而来。远古尸虫他们追出来了！见到这一幕的古青阳等人脸色巨变。然而那白色的浪潮刚刚冲出能量金币时，飞舞的身体就戛然而止啦。旋即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噗的一声化为一团白色粉末飘散而开。但诡异的是，后面的虫虫并没有停下。在接下来的10分钟时间内，源源不断的远古尸虫从通道之内悍不畏死地冲出，直到那能量光幕前累积起了将近几米深高度的白色粉末，这种自杀式攻击才逐渐停止。众人都迷茫于这远古尸虫到底在干什么的时候，只有萧炎若有所思地摸了摸纳戒。远古尸虫停止攻击后，萧炎一行人才回神发现魂阳二人竟然早早的就逃了去。这两个家伙还真是狡猾。薰儿柳眉微蹙道。萧炎还没接话，火炫的声音就传了过来，萧炎兄弟，这次多亏你了。既然到了第3层，那我二人也不在这里久待了，寻个地方好好修炼，然后便静待3年的时间到达。火炫冲着萧炎抱了抱拳，笑道。萧炎笑着点了点头，也抱拳道：那便祝火炫兄一路顺风了。火炫一行人离开后，石族、雷族也都告辞离开了。至于那药吉星意味不明的瞥了萧炎一眼，也离开了。这时古青阳才问起了薰儿他们的打算。薰儿当然是要同萧炎一起去萧玄的幕府啦。古青阳深知天幕深处极度危险，而他改变不了薰儿的想法，于是便偏头问起了银袍男3人是什么想法。古真3人的想法就是没有想法，因为早在进入天幕以前，他们就被通玄长老下达了任务，保护薰儿。通玄要怪就怪萧炎那个不省心的家伙吧。银袍男看向萧炎，笑道：一直都还没介绍，古华、黑烟军、2都统。以前很不懂为何薰儿会执着于你，现在看来或许有着一些答案了。赵硕南也笑了笑，接着道：古行、黑烟军、3都统，刚才多谢你了。对于面前看起来散发着善意的几人，萧炎笑着抱了抱拳，并未冷待。古青阳摊了摊手，也笑道：既然如此，那便一起走吧。我们几人联手，只要不遇见斗圣级别的能量体，应该不会出现什么意外。但至于最后能否进入萧玄的幕府，便是得看你自己了。那里我古族曾经有强者抵达过，但却无路可进，所以你也得有点心理准备。或许你的先祖并不希望什么人去打扰他。听到这话的萧炎微微一笑，点了点头道：我的直觉告诉我，我应该会有一些收获的。老实说，古青阳并没有很看好萧炎此行，不过他也不是很在意，只要保护好薰儿就行啦。确定好目标和路线的萧炎一行人很快就出发了。此时2道黑色的身影才缓缓浮现，可不就是那早早逃脱的魂牙2人吗？古青阳4人跟着萧炎他们一起上路了。魂力开口道。魂牙淡淡的点了点头，旋即喃喃道：一起吗？也好，到时候也省了麻烦，下次见面便是取你们性命之时，都给我等好了。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